爱喝啤酒勤刷牙的您，或许都还不知道，原来啤酒还能加牙膏，作用这么厉害。学会后呢，我都迫不及待的试了试，不得不佩服他人的智慧，真是省钱又实用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美食采味。现在的网友常常用啤酒加枸杞来自嘲自己，一边喝酒伤身，一边又加枸杞疯狂养生。但是今天我们不谈养生，也不谈啤酒和炸鸡的爱恨情仇，因为啤酒它不只是喝那么简单，它还可以秒变居家能手，只需要搭配牙膏即可。牙膏是我们每天刷牙呢都要用到的东西，这是两种毫不相干的东西，您知道该怎么搭配吗？一起往下看。准备一个容器，往里面呢加入一罐啤酒，跟着往里边挤入10厘米的牙膏，再加上1勺的食用盐。好了，现在将其完全搅拌融合，特别是牙膏不易溶于水，我们一定要提前将其充分搅拌溶解开，这样它才能够充分的发挥作用。好了，完全溶解后就可以拿来使用啦。妙用1，当我们使用水壶一段时间后，往往会发现水壶内出现了厚厚的水垢，水垢不仅影响水壶的外观，还可能会降低水质的纯净度。这时许多人为了清除水壶中的水垢费尽心思，但往往效果甚微。那么有没有一种简单又安全的方法，可以轻松去除水壶中的水垢呢？方法自然是有的。今天我就要教大家用我们自制的溶液来清除水壶水垢的妙招，让水垢自动脱落。我们直接把调制好的溶液倒进来，然后呢多摇晃一会儿，使溶液完全的浸润在其内壁上，等待10分钟的时间。水壶之所以在用久了之后呢会出现很多水垢，这是因为我们喝的水中呢含有离子钙，在经过煮沸之后呢产生沉积物，堆积在里面呢就形成了难看的水垢。我们就这样将其浸泡几分钟，然后呢再用百洁布稍微擦拭一下，水垢呢就可以轻易脱落啦。较为顽固的水垢轻轻擦拭就能脱落。啤酒和牙膏混合在一起为什么能这么厉害呢？它的原理是什么呢？原来是啤酒里面呢含有二氧化碳，是有渍污垢，可以溶解于水中，而且牙膏中含有丰富的摩擦剂，这两者加在一起增强了液体表面的活性剂作用，有很好的去污效果。食用盐呢只有杀菌的作用，虽然我们将水垢清理出来了，但是里面的细菌还在，我们放入食用盐就可以很好的去除水垢里面的细菌了。最后呢，我们把脏水倒掉，再加入清水将其摇晃漂洗干净就可以。经过简单的擦拭之后，水壶呢就焕然一新啦。这样清洗好的水壶内胆没有形成损伤，以后在烧水的时候呢，凝固的水垢呢也会比较少。如果内胆有划痕，那么就容易积攒更多的水垢了。所以大家在清理热水壶的时候，千万不要用钢丝球来刷哦，刷不干净还容易把热水壶的内胆弄坏了。试试这个方法吧。下面我们把溶液呢倒入喷瓶中，把盖子拧紧。接下来我们再来分享妙招2，这里简单举一例。白鞋或者是白色鞋底的鞋子是我们每个人必备的，不仅穿着舒适，还能搭配各种服饰。然而白鞋的清洁却一直是令人头疼的问题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白鞋的颜色逐渐变得暗淡，甚至发黄。面对这样的情况，许多人呢都会选择用清水洗鞋，或者是搭配洗衣液等清洁产品，认为这样呢就能够让鞋子恢复原来洁白。然而却发现鞋子的颜色不仅没有变亮，反而出现了黄色的污渍，可能也是因为清洗过度而导致鞋子受损。那么你知道应该如何正确清洗发黄的白鞋吗？
这里只需我们自制的溶液，就能够让您的白鞋立马恢复洁白如新。我们只需要把溶液喷洒在鞋子表面，使其浸润一会儿，然后呢，用一把刷子细细刷洗就好。牙膏中的成分可以有效地去除鞋子上的污渍和黄色，而啤酒中含有的酒精和碳酸气泡，它可以帮助溶解一些类型的污渍和污垢。牙膏加白酒，它不仅能够有效地去除污渍，还具有很好的去黄效果。用这样的方法将其刷洗过后，再漂洗干净就好啦。这样我们的鞋子呢就会光亮许多了。与其大量购买各种清洗剂，不妨就用它试试。妙用3：清洗浴室内的不锈钢用品。日常生活中，水龙头虽然看似不起眼，却是家里使用频率最高的家居用品之一。特别是这种不锈钢材质的，只有浴室内最为突出。用了一段时间后，很快就会变得灰蒙蒙了。新的水龙头闪闪发亮，被雾蒙蒙的水垢给黑了。而且如果您不理它，它就会越来越严重，变成顽固水垢，十分难处理。那么遇到这种问题，依然可以用这款溶液来清理，只需要将其喷洒在物体表面，然后用百洁布擦拭即可。不只是水龙头，卫生间、玻璃浴室门、镜子、台面上都容易积存这种水垢，看起来既不美观也不卫生，我们都可以用它来处理。亲爱的朋友们，制作视频不易，如果觉得我的视频对您有帮助的话，请您给我点个赞吧，感谢您的支持。虽然使用化学的水垢清洁剂来除垢，同样可以清除这些污渍，但是既不环保又伤手，而且味道也很大，特别是像卫生间这种狭小又密闭的空间内，更不可用。用我们自制的溶液清洁剂，无刺激无异味，而且很好用，擦完亮晶晶的，就像抛光般的效果。有需要的朋友不妨试试哦。简单易操作，不需要专业的工具和技巧，只需要一些常见的材料，就可以让家里的一些器具焕然一新，何乐而不为呢？有需要就试一试吧。学会记得把它分享给您的家人和朋友。如果您有更好的建议和方法，欢迎在下方留言哦。您的留言和分享可以帮助到更多有需求的人哦。点击我的视频头像，还可以观看更多的美食和生活技巧。每天呢都会分享不同的精彩视频，别忘了关注我哟。感谢您的支持，我是瑶瑶，我们下期再见啦。